米诗琳那一脚惊艳了所有人，阿杰都看在眼里。刚才林的射门动作是先用世道和千杰的身体当做墙壁，紧接着迅速将球往右一拨，让门将看不到自己的动作，最后才起脚打门，连环动作耳目不暇接。那样一来，射门瞬间门将什么都看不到，根本来不及反应。等等，门将原来也是靠眼睛来看的吗？操纵敌人的视线，利用盲区射门，这套思路丝滑的让人震惊。千杰也不得不感慨，这小子真的很强，一个动作里包含了不少高级技术。世道也邪笑道：“哎呀，挺厉害的嘛，米诗琳。”阿杰却觉得不对劲儿，一股挫败感油然而生，压力越来越大。不行，自己完全融入不到比赛中，单凭自己一个人肯定会被乌里人压制。而另一方面，就算没有自己，林和世道也能进球，这样下去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比赛就要结束了。无论如何都要避开乌里人的盯防，要让自己成为林和世道进攻的一块拼图才行。方向明确了，可该怎么办呢？怎么做才能在这场比赛中彰显自己的存在？千切看着旁边认真思考的阿杰，他想阿杰应该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事实上，现在的状况是，除了 Top 6人外，其他人根本没办法主张自己的价值，所以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至少现在在 Top 6眼里，他们还可有可无，不过就是一颗无关紧要的棋子罢了。即使想要强行主张自己的价值，但单凭得分能力又赢不了乌里人和一叶，到头来不仅白忙活一场，还被人当作诱饵浪费时间。千切安慰自己不用去管什么局势，只要专心把自己能用的武器展现出来就好了。乌里人咂嘴，不要跟 No.1 较劲啊！一叶不耐烦的回骂：“要你管，那是我的自由，那我就不传球给你了，笨蛋！”一叶十分不屑：“我又没拜托你。”两人吵吵嚷嚷，没有半点压力，看起来只像是在闲聊。比赛继续，乌里人凑到世道面前，挑衅他来抢看吧 No.2。千杰也看出来问题，也时常在乌里人周围伺机游走。他很纠结，自己还没有插到他们中间的机会。如果动作反应没有一叶迅速，球也不可能到自己脚下。没办法，他们的配合度就是那么高。千杰一边跑动一边做好决定。既然如此，自己能施展的地方不是人员密集，大家都在等待传球的中场，而是在右路。阿杰也没想到会是这种踢法。千杰一个劲儿猛冲，现在的必须发挥自己的脚力，用速度拿下这一切。而要做到这点，就要避开密集人群，就得有一片能以最快速度奔跑的广阔空间。没有必要迎合他们的进攻，要用自己的武器去开辟战场。阿杰立马朝千切这边躲过来，但千切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加速往前冲。阿杰知道跟千切比速度，只有靠小动作了。不管了，哪怕用推走的方式也要阻止他。千切时刻注意着乌里人的位置，希望他能看到自己。阿杰正想上手，可是千切在自己身前一闪而过，根本没有动手的机会。什么？这都还能加速？而千切还在祈祷，希望乌里人能看到自己。喂，你不想利用这双飞毛腿吗？千切奋力的疾驰，终于得到了乌里人的回应。乌里人斜着看了一眼千切的位置，好吧，红毛，我给你机会。乌里人无视世道的阻拦，将球传给了千切，也有点意外。本来是攒几个碗，怎么突然给其他人传球了？千切顺利接球，正要带球跑，米诗琳速速上前，红毛，你休想过去！米诗琳的突然出现让千切有点吃惊，但是这并不影响，现在正是前插的好时机，非常妙啊！忍者小子，角度合适，有很大的机会，现在就差这一脚传球了吧？千切果断射出一球，一叶开始对千切有兴趣了，那个速度很让人兴奋呢。一叶和千切这一手配合非常完美，顺利拿下了一球，比分来到了2-3，越来越激烈了。千切激动坏了，这回自己成功展现了武器。阿杰一愣一愣的，千切给乌里人和一叶的攻击形式提供了新的选项，也让他在团队里有了存在感。一叶握住千切的手，冲他大喊：“好球，女忍者！”千切无语：“我是男的呀。”乌里人也对千切有了新的看法，这家伙有点用呢。阿杰终于懂了，这就是主张和存在。Top 6以外的人想要留下来，或许就要用这样的手段，但是现在几乎没有展现的机会。林那家伙和冰之阳配合无间，一直相互传球，自己没有发挥的余地。阿杰暗恨林那家伙从一开始就丝毫没有利用自己打配合的意思。反观冰之阳那边，他踢球时非常小心谨慎的东张西望，一边迅速环顾四周，随时确认场上所有人的情况，一边冷静的组织把球传给米诗琳。他的传球路径都很有想法，可以看出他是个有能力的人。可以说冰之阳也在发挥自己能用的武器，想方设法的融入比赛。阿杰越发紧张，那自己现在能用的武器就是跑到能直接射门的地方，在球门前等待机会。阿杰想得忘乎所以，完全忘了他早就被乌里人盯上了这件事。乌里人在阿杰奔跑的时候快步跑到他身前，我怎么可能让你过去，烦人！阿杰心道不妙，
他想瞄准乌旅人的死角，用无球跑动摆脱他的追缠。可他刚开始动作，乌旅人就已经行动了。乌旅人十分得意，都说我看得一清二楚了。阿杰和乌旅人还在争执中，丁志扬却已经瞄准球门，把球踢了出去。阿杰看着那道完美的弧线，脑袋转了几个弯，终于看到还有个人的存在了吗？不对，这又是给林的传球。不论多少次，结果都是这样，好像队伍只有他们在踢球一样。但下一秒，比自己发挥不了作用更难受的事情发生了。世道恶狠狠地喊：“休想，那是我的！”米什林和阿杰同时已经世道横起一脚和林抢球，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七星也很懵，不知道啊，这是什么高端局抢球法吗？看着不对劲儿啊！球一路冲出，千切看到机会来了，那自己就不客气了哟。千切将球传给一叶无视七星的存在，将球传给早就蓄势待发的乌旅人。乌旅人笑开了花，对方的搭档是两个傻子呀！最后一击就交给我吧。竞技比赛最受不了对手的嘲讽了，更何况乌旅人还顺利射门进了球，比分来到2-4。如果 B 组再拿一球，这场比赛就结束了。丁志扬心急如焚，但现在最要紧的是团队好像要散了。阿杰一头雾水，情况非常不妙。但米什林和世道为什么会抢到一起呀？米什林能够看透战场全局，经过计算导出最佳方案，而世道能凭感觉踢球，凡事都能追求最棒。毫无疑问，他们两个都是优秀球手。问题在于，就算终点相同，但因为道路不一样，所以还是没办法联动。现在的米什林和世道都很急躁，两人吵红眼了，互相揪着衣领不放，纷纷说：“刚才那是自己的球，你这暴走触角怪，碍事的睫毛精。”此情此景，阿杰的拼图裂开了，他整个人都要碎掉了。这还怎么玩？难道林和世道完全合不来吗？不过要是他们的平衡被打破，那是不是意味着自己的机会就要来了？这是自己应该要抓住的那片拼图吗？结使一启动，两人越吵越起火，眼瞅着就要大打出手了。七星很着急，赶忙上去拉架，让他们快点住手。别人就在当面笑话咱们队了，怎么越吵越起劲儿了呢？阿杰开启拼图模式，思考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刚才林在脑子里计算之后，跑到了射门点，而世道是凭直觉冲到了能让自己进球的位置，所以他们俩才会抢到一起。林和世道都是只会为了自己射门而得分踢球的人，正因如此，他们俩才走到了今天。可是这两个人能在同一支队伍里共存吗？阿杰思考的时间，两个人还在恶语相向。世道青筋暴起，一脸不服：“再有下次，小心我杀了你哟，小林！”米什林毫不示弱：“就用你那触角来试试看吧，蝼蚁！”不行，这两人这气氛越看越让人头疼，这完全就是水火不容啊！既然如此，那自己在这支队伍里能派上用场的武器就是想办法促使林和世道联动嘛。对症下药当然是最快的办法，可是情况紧急，要是再被对方进一球，比赛就结束了。米什林和世道再怎么都是 top 6的人，所以压力给到丁志扬、七星和阿杰。阿杰寻思，算了，就豁出去了。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绝不允许失败。比赛继续，世道开球就传给了林，而林接着和丁志扬传球推进，一夜边路拦截。他吐槽这种风格已经看习惯了，除了这种2过1以外，就没有其他本事了，一眼就看穿的家伙。